史蒂夫跟叶晨接触过几次之后，便明白了东方的驭人之术。有时候进是进，退是退，但有时候进也是退，退也是进。刚才自己主动提出要承担这些人的薪资，就是标准的以退为进。所以他跟奈特也只是假客气，但奈特主动要求承担所有成本，却是真心实意的。此刻的奈特心里可以说是相当激动，原因无他，尊贵的罗斯柴尔德先生对他如此客气，并且替他说话，在情理上也偏向于他，这已经让他受宠若惊了。更何况罗斯柴尔德虽然不懂华夏那套人情世故，但他太懂画饼了。没有人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会画饼，他们画起饼来，就算是美利坚总统也会心潮澎湃，更何况区区一个奈特·埃利斯。史蒂夫知道，奈特的野心一定不只是做一个全美名列前茅的律师事务所，每一个法律精英的终极目标，其实都是从政，竞选议员、竞选州长，甚至是竞选总统。只要是法律专业出身的，肯定比一般政客要更容易一些。所以他才故意隐晦地提醒奈特，让他把精力聚焦到更高的领域，而不是聚焦在这些员工的身上。奈特一方面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启发，一方面也是觉得这是与史蒂夫拉近关系的好机会。难得史蒂夫这样的大人物会亲自给自己提出解决方案，这本身就是莫大的荣誉，所以自己当然也要给足他面子。至于谁来付这些人的薪资，奈特已经不在乎了。搞律师事务所，一年赚几亿美金就是天花板了。可一旦自己迈进政坛，那就不只是几亿美金这么简单了。背后的权力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。在美国，随随便便一个法案的生效，都有可能蕴含几十上百亿美金的巨大商机。律师做久了，亲眼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，但只能作为一个观光客，进来摸一摸，看一看，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其中做一个操盘手。只有跻身政坛，才有分一杯羹的机会。所以有这个远大目标支撑，眼前这区区10个人的薪资，对奈特来说又算得了什么？就算是爱丽丝以后不赚钱，只要能成功跻身政坛，这买卖也值了。更何况自己似乎还得到了史蒂夫的刮目相看。今天这件事若是办得漂亮，他觉得将来史蒂夫一定会成为自己人生中的贵人。史蒂夫自然知道奈特的想法，于是便微笑着说道：奈特，你确实让我刮目相看。此话一出，奈特的激动之情被史蒂夫尽收眼底，于是他便转而看向吉米身后的那些人，开口道：诸位，让我来说句公允的话，只要你们接受我刚才的建议，那你们之前犯的错，我相信奈特可以做到不予追究。但这种情况下，你们如果还想全身而退，就未免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。所以你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建议，留在华夏为我做事？众人几乎没有任何迟疑，全部当场点头表示同意。对他们来说，既然不可能全身而退，那这个解决方案就觉得算得上是最优解。一方面不会被奈特背刺，另一方面薪资还有所保障，而且还能与史蒂夫建立一定的联系，为自己积累一定的人脉。这件事能得到这样的解决，已经超出所有人的心理预期。史蒂夫见这件事情水到渠成，便笑着说道：既然这样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奈特，我给他们2个礼拜的时间回美国做准备，你呢？这2个礼拜就赶紧先让他们把手头的工作和资源对接一下。你们这些董事会的成员，相信以前也都是很专业的律师，现在人手短缺，大家也都辛苦，先把业务接下来。同时你们也搞一搞内部选拔机制，把一部分工作交给下面的年轻人，说不定重压之下就有更多优秀的人才冒出来。奈特没想到史蒂夫关心的这么细致，连忙说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回去之后，我就尽快把事情都安排好，然后让他们准时来华夏向您报到。史蒂夫点点头，又道：到时候就让他们向吉米汇报，我这边也会给吉米安排好对接人，由吉米代表他们对接。没问题，奈特不假思索地说道，这些都听您的，我100%服从。
史蒂夫对奈特的态度十分满意，笑着说道：“我可能还要在金陵待一段时间，等我忙完这边的事情回美国之后，有时间我们一起吃顿饭，不知道你方不方便？”奈特一听这话，更是激动得无以复加，连忙道：“方便方便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我随时听候您的调遣。”好，史蒂夫点头道：“那就这么说定了。”言罢，他看向其他人道：“今天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我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能够配合奈特把手头的工作对接好，尽量不要给爱丽丝造成损失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只要能找到一个平衡点，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就可以抛到脑后。”史蒂夫在这些美国人心目中地位是极其超然的，这么牛逼克拉斯的人物，现在成了一个知心老大哥。这帮人受宠若惊之外，也是100%的心服口服，所以这些人连连点头，满脸的虔诚与崇拜，心里也将史蒂夫的话奉为圭臬。史蒂夫见事情办得差不多了，与叶晨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随后便道：“行了，你们内部会议我就不过多打扰了，回头在你们走之前，我在金陵最好的饭店请你们一起吃顿饭，到时候大家一定都要来。”原本还剑拔弩张的奈特以及一众高级合伙人，此刻已经笑逐颜开，激动无比，恨不得弹冠相庆了。毕竟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请吃饭，这事回美国至少能吹3年。于是史蒂夫便在众人的热情簇拥下走出了会议室。叶晨和保罗相视一笑，在人群后面远远地跟着走了出来。一众人还不停地向史蒂夫鞠躬致敬，目送他和叶晨、保罗离开。走出白金汉宫之后，史蒂夫立刻一脸谄媚地问叶晨道：“叶先生，我刚才表现的还可以吗？”叶晨点点头，那是相当可以。史蒂夫嘿嘿一笑：“多亏您的指点，要不说华夏是文明古国呢，您那个阴阳调和一下就给我点透了，效果出奇的好。”叶晨轻笑道：“少拍马屁，要说与人斗，你这种老狐狸肯定比我有经验多了。”史蒂夫点点头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经验虽然比您多，但老实讲没您这么有艺术性。”叶晨看向保罗，认真道：“看见没？要不说人家是全球第1大家族呢。虽然平时嚣张跋扈，但该谦虚的时候比谁都谦虚。有个成语怎么说的来着？能屈能伸。”保罗赞同地点头笑道：“叶先生说得对，以后是要多学一学。”史蒂夫尴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您就别调侃我了。”没，叶晨笑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今天这局面整体把控得挺好，几方皆大欢喜，阴阳调和算是让你调明白了。”史蒂夫嘿嘿一笑：“叶先生谬赞了。”说完，他赶紧对叶晨说道：“叶先生，还得麻烦您回头跟洪先生说一下，改天我把天香府包下来，设宴款待这帮人，也好让他们更死心塌地。”